英国史上最年轻也是首位印度裔首相苏纳克上位，强调让国家团结起来是其首要任务。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？我首先从“笨蛋，问题是经济”这一经典论断中去探讨苏纳克成功的可能性。过去10年，7国集团成员他们在单位时间产出增速方面都比20年前有大幅下降。英国呢，降幅最大，年化从2.6%降到0.4%，代表着英国生产力水平原地踏步，政府经济政策成了零和游戏。在经济的总盘子不变下，一些人要过好，就得牺牲别人，这必然有冲突，也是苏纳克前任约翰逊、特拉斯等等不名誉走人的原因。为何英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这么难呢？很简单，看看过去10年7国集团固定投资的比例，英国几乎年年垫底，其投资占比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6%左右。鉴于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基础研究和机械工程领域，这种低投资导致了英国生产力水平处于窝缩。当过财相的苏纳克何尝不知，可他能做啥呢？他把精力花在拖后英国发达金融服务业的出路上，特别是寄望于与美国的捆绑，却对本国技术创新错失乏力。苏纳克是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信徒，对自由市场有原教旨主义的遵从，但问题是，创新型经济要成功，光有自由市场是远远不够的。它一般要有4大条件：一，当然是市场决定；二呢，是政府和社会满足生产要素，特别是科学家、技工的供应；三是国家和民间支持关键行业和技术研发；四是选择具体的公司、技术和产品。除开市场不提，一国要营造好创新型经济，除开维护市场秩序、营商环境外，政府至少要提供前面说的第2和第3件事，并且鼓励银行、风险投资家去做第4件事。遗憾的是，观察苏纳克过去的施政，还有未来的政治空间，这几件事他几乎无能为力。没错，英国是发达经济体，高端制成品在年度出口贸易中占比有60%，国际分工呢又处于上位，但它又是极端两极分化的国家，创新企业的数量和影响力长期停滞，高素质人口呢因为脱欧而呈现外流，特别是新冠后，英国政府因为财政困窘，持续压缩国民医疗服务体系，也就是 NHS 它的投入。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顽固地坚持全面私有化进程，拒绝为社会最底层提供有效帮助，导致最富裕的1%人群继续获得暴利。苏纳克说让国家团结起来，我想有一个指标或许能评判他的承诺能兑现多少，那就是过去10年英国房租平均上涨25%，可工资的涨幅呢才3%，这一剪刀差催生了欧洲最大的流浪汉危机，居无定所的英国人增长了134%，全球金融之都伦敦有2%的市民流离失所。我想看首相苏纳克究竟有多大本事把这条悲哀曲线压下去，或者再退一步，2个月后他能否让至少13万待在临时救济所的英国儿童过上一个温暖的圣诞节。英国新首相将如何制定对华政策？您对中英关系前景有如何前瞻呢？自约翰逊之后，中英关系就很少用黄金时代的提法。伦敦片面阻挠华为参与5G，插手南海、香港乃至新疆人权问题等等。以中英曾经的高水平合作立场看，今天中英关系的困难局面无疑是重大倒退。但我们从中英交往史看，这其实是英国回归了两面性的对华外交传统，那就是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、价值观立场之间寻找平衡，在对华关系和对美特殊盟友体系之间找平衡。英国呢，一方面联合五眼联盟或所谓民主十国，努力寻找替代性技术和方案，摆脱对华经济依赖，但另一面呢，又不排除伺机而动，两面下注，谋求更多利益。站在我们的角度，
应该更有信心把握中英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。就像前任英国驻华大使伍百纳在广州做告别谈话时说的，即便是黄金时代，也不代表每天阳光灿烂。中英毕竟是中国最悠久的中欧双边关系之一，这终究是牢固且有韧性的双边关系。尤其考虑到中英年贸易额突破1000亿英镑，18万中国留学生在英国，政府间交流仍然密切，这都是我们足以自信能把握局面的底气。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说过，西方世界，特别是七国集团，既同中国竞争，也同中国合作，这不叫妥协让步，而是做符合自身利益的事。况且相比中国人，倒是七国集团内部因缺乏合作而失去更多。这是因为中国人有纪律、有组织，在思维方面有战略性，更懂得既团结又斗争的生活价值。我的判断，脱货的英国要想实现其全球化不列颠的夙愿，就无法回避对华合作，而有战略定力并有足够资源的中国，一定会在这种关系中掌握主动权。主持人，好的，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